那下面我要谈函数的极限，但是函数的极限其实有可能有好几种意思啊。我们先谈，应该是你们经验中最熟的一种，就是 f(x) 在 a 的极限呢是 L。但是我猜你们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通常也都是用刚刚类似 A 那个想法，就 x 趋近 A， 你就想到 x 很靠近 A， 然后大概发生什么事。大致上这个想法也不能说不对哦。那我们给它一个稍微可以操作一点的定义，这定义大概是这样：因为你所谈的是当 x 很靠近 A 的时候，这个函数发生什么事啊？其实是谈的是这件事。所以我们说 x 呢，就是说 A 附近的点，啊，会应到有同学要我把字写大一点，但是字的大小跟黑板，这中间有一个守恒律，我字越大，能写的东西越少，这样。好，就是说 A 附近的点，经过 F 会应到 L 的附近，感觉上有点像连续函数的写法。但是这个定义里面有两件事跟连续函数不一样。第一个，这边并不是讲函数值，它谈的是它很靠近某个数，但它并没有在讲这个数跟函数值有什么关系，没有这个意思。另外一个是我还没写的，你们要补进去，是 A 附近的点，但不是 A， 但不是 A， 这个很重要，因为加上这个条件之后加上这个条件之后，也就是说你在考虑 A 的附近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在考虑 A 本身。那加上这个条件之后，你就知道极限这个定义其实谈的跟 A 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它谈的是 A 的旁边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在靠近 A 的附近以后，我的极限就是 x 靠近 A， 然后它取了一个极限，我们叫做 L。但这件事情呢，其实跟 A 本身的函数值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可以从这两个式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只是讲 A 的它唯一跟 A 有关就是它谈的是 A 的附近，就这样而已。然后去应到 A， 然后它会应到 L 附近，但是 A 本身有没有函数值 ，A 的函数值是不是 L， 其实都不在它的考虑之内。OK， 这是谈极限的时候的重点。好，那好吧，刚刚擦掉，所以要重写啊。我等一下会举很重要的例子因为这种例子不是真的很好举。就是说，如果你随便举的话，很可能你举到都是连续函数。那连续函数呢，当然这个极限你可以算等等之类，但它不会是我刚刚强调的，不是 A 的例子。那我等一下要讲一种例子，这个例子刚刚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完全不是连续函数。所以在那之前呢，我先把一些东西先交代了。所以你可以把第一个当做一个附注。第一个是极限也有四则运算，跟刚刚的数列极限一样，这个函数极限也有。所以我稍微写一下好了。如果假设所以因为擦掉了，所以我要重写一下，不然其实差不多。然后就跟我刚刚强调四则运算的重要一样，就是这其实是你们经常在用。
在计算极限的时候永远都在用的东西，但是你其实并不是很明显知道。如果你把刚刚那个式子里面的 an 换成 fx，bn 换成 gx， 那这个写法就跟刚刚完全一样，就变成完全一样。那原因也是在于，其实它用到的事情完全一样。你现在要回想，假设你要写一个像这样，譬如第一个的证明，我讲一下，连写都没写，我看，因为我说这个跟那个是一样，但是我上课我就稍微提一下，譬如说你要说明这件事。假设你要说明这件事，那你要怎么说呢？那你先看第一个 ，f(x) 在 x 靠近 a 的时候，它是 L， 意思就是 f 嘛，把 a 附近的点全部都印到 L 的旁边，就这样。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用一个以前的写法，就是 fa 加上很小的数等于 L 加上很小的数，就是你可以这样写。但是你唯一要小心的是，但不是 a， 所以你心里面要知道，这个很小的数，就它虽然很小，但是不包括0，这样子，就是它很小，但不是0，因为它是0的话就变成 a 了。但是我完全没有要考虑 a 这件事情，然后这边 ga 加上很小的数等于 m 加上很小的数。所以当然 fa 加上很小的数，加上 ga 加上很小的数，就会等于 l 加上 m 加上很小的数。但是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你考虑 f(x) 加上 gx 这个函数。那如果你要写清楚一点，你可以说 f(x) 加上 gx 定义了一个新的函数，叫做和的函数，然后你再考虑这个和函数在 x 趋近于 a 的极限的变化，但事实上一写出来，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函数 f(x) 加上 gx 在很靠近 a 的时候，你把它带进去，它其实就是这个值，然后这两个相加，事实上就在 l 加上 m 的附近，所以就完了。那这个写法跟刚刚我们写数列极限其实完全一样，所以不必再特别再写了，甚至包括这个都一样。好，那这个我就不特别写了，各位可以模仿一下，把它写出来。所以这是第一个，这个你要讲复注的话，这是第一件事，就是函数的极限已满足4的运算。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是，因为这个写法实在跟连续函数太像了，所以这两个中间一定有很密切的关系。那我们要说 f(x) 在 x 等于 a 连续，那我要说呢，其实它相当于 limit x 趋近于 a， 也就是说呢 ，f(x) 不但在 a 有极限，而且它的极限刚好是它的函数值 ，OK。所以在这个问题里面，当你在问说 f(x) 在 a 等于 a 有没有连续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假设 a 的函数值是存在的，而不是说 a 可能没有函数值，因为你是先假设它有，你才能问它有没有连着嘛，你有可能函数值是存在，但它并没有连着。所以当我在问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假设，它在 x 等于 a 是有函数值，我现在只是在问说，它有没有连续。那下面我们谈的呢是说它的极限 f(x) 在 a 的极限呢，事实上就是它函数值。那请问这两个为什么一样？那你就要回到前面讲的，譬如说我们假设我们谈这个，我没有要很严格的去证明这件事，我只是大致上说明为什么这个对，那 x 在等于 a 就连续。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说什么。依照我们刚刚极限的定义，这句话说的是
在 A 附近的数。好，然后不包括 A， 会印到 FA 附近。OK， 这第一件事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只说了这么多，但它并没有说 A 本身有没有函数定义。好，因为我刚刚一强调，你不要以为说它一定要 A 在 A 没有定义，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这个定义本身跟 A 有没有定义无关，我只是这个意思而已。好，所以这个极限说的是在 A 附近的数呢，不包括 A 的话，全部都会印到 FA 附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我刚刚讲，当我们说我要讨论这 A 连不连续的时候，我先假设它函数值是有的，所以第二件事情是 A 本身，那当然印到 FA 嘛，因为我已经假设它其实是有定义，然后我要问它连不连续，所以这是第一件事，这是从极限来。第二个，这是本来的假设有的，这两个把它合在一起，因为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我把它合在一起呢，那这个不包括 A 我就可以擦掉了。好，这两件事都有了，我就可以把它擦掉。为什么呢？因为 A 附近的数依照极限的定义已经印到 FA 的附近。第二件事情 ，A 本身印到 FA， 当然在 FA 附近，所以这句话呢，这个括号现在可以拿掉。在我刚刚讲的这个假设之下，这个可以拿掉。但是这句话一拿掉，它就变成我们本来连续函数的定义，有没有？当我把它拿掉以后，这句话就是本来连续函数在 A 是连续的意思，这样子。所以这就是这个说明。好，那你要把它写得更清楚，当然也可以。好，但是我不想花这个时间，因为这只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辅助的事情。然后习题里面是说，因为这样子，所以连续函数也有所谓的四则运算。因为这件事，因为所有的这个地方，如果它是连续函数，你就可以把这个极限改成 FA， 这个 GX 改成 GA，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 FX 加减 GX 变成 FA， 对不起，加减 GA， 像这样子，所以把所有的 L 跟 M 都换成 FA 跟 GA 就可以了。那这就是普通我们说连续函数四则运算还是连续函数的意思，这样子。通常讲这部分其实是最麻烦，因为有很多东西其实你们早就认定它是对的，只是说这东西如果要稍微把它拉出来讲清楚，你又开始觉得有点模糊，比较麻烦。好，所以就让我开始来讲关于这个极限比较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考虑的函数都是连续函数，我刚刚讲，那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些，因为连续函数实在太好了所以极限当然对。像我刚刚讲什么连续函数的四则运算，你早就觉得它是对的所以如果极限只是为了要定义连续函数，那意义不大，干脆不要定算了那我们之所以需要极限呢，是因为在历史上我们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极限要谈。好，我把它写在这里。那因为你们都学过高3的一点点微积分，所以其实这个极限你们是看过。那这个我们从第2章开始，这变成我们的主题了。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把它当作是极限的一种类型。这个类型恰恰好跟连续函数站在这个对立的那一面，这样子。因为在这个写法里面 ，x 在 A 完全没有办法定义。那我们前面举那些例子，什么 x 平方啦、sin x 啦，它在每个地方都有定义，而且都连续这样子。但是这个写法不管 f(x) 本身是不是连续这个写法本身在 x 等于 a 是没有定义的，因为你把 x 减 a 已经写在分母了嘛，所以你 a 一带进去就变成0分之多少，那分母不能为0。所以当我们这样写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 x 要不等于 a， 所以它一开头就满足这个定义，就是我刚刚说在 a 附近，但是不是 a，
因为在这个例子里面 a 根本不能写，好，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子，假设 f(x) 等于 x 平方，好 ，limit x 趋近于 a， 好，这你们都算过，我想你们应该好，也不是所有人好，但是在台湾上过高三的话，然后你又是2、3类组的话，这应该都算过，写成这样。这怎么算呢？啊，不能直接带，对不对？我们前面的那些连续函数你都是直接带，你就把它直接带进去。但这个地方就是不能直接带，因为你一带进去的话，这 a 就是0，就变成0/0，所以你就是不能这样带。OK， 所以你中间要做一些事。那这个地方呢，你把它写成 x 减 a，x 加 a 除以 x 减 a， 啊，写成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消掉 x 加 a，OK， 那你要注意到这个式子，我这个等式这样写下来，在 x 不等于 a 的时候是完全对的，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好，因为它在消去的时候，这个地方并不是0/0的消掉，因为你考虑的是 a 附近，但是不是 a， 好，所以以至于呢这个等式本来就成立，所以你当然可以消掉，所以等于这样子。好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再利用它是连续函数，你把 a 带进去，所以你得到2a， 好，这样子，好，这没有什么，好，听起来没有什么，但这个事情啊，在古代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好，为了这件事情吵了几百年，好，没有那么久，大概100年总有，因为这里面，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微积分定义微分的基础，但是这个运算本身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啊，因此在17世纪刚出来的时候，很多科学家、哲学家其实在辩论这件事情。好，我把这个稍微写成另外一个样子，你们来看一下。因为我现在要讨论在 a 附近的数，好，所以古代人是这样写的 ：a 加上 delta x， 好 ，delta x 就想成很小的数，就是很小的数。好，很小的数。所以你要计算的是这个东西，好，比如说这样子，这个式跟这边完全一样，我只是没有特别写极限，因为在牛顿跟莱布尼兹发现微积分的时候，完全没有极限这个符号，极限这个符号大概到19世纪之后才有，好，那牛顿他们是17世纪，所以看一下，所以你在做这个计算的时候 ，a 平方加上2a delta x， 啊，就类似我们刚刚在算，啊，这样消掉。所以现在看到这个式子以后，所以你现在可以把 delta x 消掉，所以变成2a 加上 delta x。啊，等于2a。那古代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知道，他要求的是极限，就是他想知道在 delta x 很小的时候是什么。好，他问的是这件事，delta x 很小是什么？所以在这个计算过程，你可以发现这个计算过程跟刚刚左边其实可以对应起来，其实差不多。但这里面呢，有一件事情是这样：当你在写第一个式子的时候，这个 delta x 这个消掉，这个本身是假设 delta x 不等于0，所以它可以消掉。下面这个2a 加 delta x 等于2a， 这个是要 delta x 等于0，它才会成立。好，所以在这个式跟这个式中间，我这个一路写下来，中间是有个矛盾的。就在某个地方 delta x 不等于0，另外地方呢 delta x 其实等于0。那这个 delta x 呢，被称为无穷小，哦，然后被这个很讨厌，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事实上是有逻辑问题的，把它称为是幽灵，他把它称为是幽魂，因为这个东西很小很小，但它不等于0，但它又要等于0，好，所以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它是个幽灵，因为幽灵就是一个好像存在又不存在的东西，你说它在，它没有；你说它不在，它又影响着你的心，这样子，好。
好吧？所以那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这是到了19世纪之后啊，他们把这个事情一澄清之后，才发现他们在做这件事，相当于做这件事。那这里面为什么没有矛盾？你现在仔细想想看，这个东西为什么没有矛盾？你在做这个极限的时候，我们其实假设的是 A 其实不在你考虑的范围，你只是讨论这个东西的倾向。我如果把图画出来，你就比较清楚。好，这个 x 平方减 a 平方除以 x 减 a， 如果你去做图的话，它其实等于这样子。啊，这是因为它等于 y 等于 x 加 a 嘛，只要 x 不等于 a 啊，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就可以。因为一开头就假设 x 不等于 a， 所以它其实是这个印上去以后，在这个地方，好，我把它画清楚一点。所以 x 平方减 a 平方除以 x 减 a 啊，并不是一个很奇怪的图形，好吧？是有点奇怪，但我的意思是说，就这个函数本身，如果你不看这一点，它其实是一个你很熟的东西，因为它只是一次方程式，就是 x 加 a，y 等于 x 加 a 而已。它唯一的问题只有这个地方有个洞，哦，你实在很想把它补进去那个洞，这样子。好，所以他现在问的是这个函数在 a 的极限，所以你在 a 非常非常靠近 a 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极限呢是这个，所以是2a， 所以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从我们现在的观点，这句话根本没有任何问题。那在这个地方，你现在把 x 趋近于 a 的时候，你把它带进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地方 x 加 a， 当你看到 x 加 a， 它是连续函数，因此连续函数的时候，你从刚刚你已经知道这极限，你就是把它带进去，带进了函数值就对了。其实只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再从这个地方过渡到这里来的时候，它其实经过这个运算之后，它其实在这个地方，它知道 x 减 a 全部来讲，它其实是一个连续函数，所以在 x 靠近 a 的时候，你就要把那个 a 那个函数值算起来，带进补进去，它就变就是这一点，这就是你要，所以它就是 2a 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不会有刚刚讲这个 delta x 既是0又不是0啊所产生的问题，这样子。所以这个问题是所以这个微积分的发明其实是经历过一个过程，它在这个过程里面，它的基础其实一直都有辩论，就大家觉得不太相信。但是为什么微积分还是继续帮忙科学发展非常非常快，整个17、18世纪发展非常快呢？其实原因讲起来很简单，因为它都对，哦，就是它在这个计算过程里面，它做的预测，它从物理上的预测全部都是对的。以至于没有人敢讲，因为它基础不太稳固，所以它是错的。那这件事情要一直到19世纪的时候才慢慢的清楚的把整个事情把它理清，然后用这个方式去说明。好了，讲了这么多，所以你现在知道就是说我们要考虑像这类的极限。那习题里面有很多例子，让你去计算。这些式子怎么算？那通常在多项式的时候，这没有什么。好，多项式其实可以算。假设，我举个例子好了。好，那现在我们就举像这样的例子 ：x 趋近于 a。好，这是假设 f(x) 是 x 的3次方。好。这种问题你会做跟不会做，其实唯一的差别就是你会不会因式分解。好，不是你不懂，而是你会不会算，只是这样子而已。那这个是假设你知道这件事 ，x 平方加上 ax 加上 a 平方。好，你一旦会知道这个分解的式，那当然这边就消掉，所以变成 limit x 趋近于 a，x 平方加上 ax 加上 a 平方。那因为这是多项式，多项式是连续函数，你就把 a 带进去，你就得到它的值，所以变成3的 a 平方。好，所以譬如说这样子。所以这个这边有习题，习题里面我有问说 x 的 n 次方，所以重点是 x n 次方你会不会写这个式子？好，你如果不会写就问会的人。好。但是如果我现在把问题换成别的函数这个问题就头大了。我只举一个例子。
我们就举我们能想到大概是最简单，但是不是多项式函数，不是有理函数这种。三角函数正弦函数 f(x) 等于 sin x， 我考虑 a 等于0，好，取成简单的样子。所以我现在问的是 x 趋近于0 ，sin x 减掉 sin 0，好，这个可以写成一个比较简单的样子。好，这样子。那在讲义上，其实在最开头我们曾经画过这个图，忘掉了第几页了，在第5页，第5页左下角，其实我们曾经画过这个图 ，sin x 除以 x， 中间差了一点。这个情况就跟我们刚刚在做 x 平方减 a 平方一样，你把它弄完之后呢，感觉上是一个还蛮好的函数，就是只差一点点，那一点刚好就是我们要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东西要怎么做。那这个地方你不能说好吧，那我就把它提出来，就跟刚刚一样，因为这些东西看起来都可以提出来，所以我把这个 sin x 提出来，所以变成 x 乘上 x sin x， 除以 x， 这当然什么也没做，因为你把这两个一消掉，这还是又回原来，所以什么也没做，因为你只是硬做一件根本做不出东西的事情，所以你不能这样做。那这个东西的做法呢，因为 sin x 你又不会算，所以其实是没有办法了。然后你一定要回到几何来，所以我们回到几何来看这件事。所以我们假设这是一个单位元，考虑一下，好，我画一下这个好了。但其实我需要是里面这个。好，假设是 x。好，我现在画一个单位圆，然后做一个把这些线交上去。那这里面有好几个东西。好，第一个是这个三角形。好，我把它画一下。这是第一个，这是这个三角形。第二个呢是这个扇形。然后下一个是在这个扇形的外面有一个三角形，这样子。然后这个记号是包含的意思，包含于的意思，就这个是落在它里面，这个落在它里面。所以至少就面积上来讲，我知道这个面积小于等于它 a 的面积。小于等于这个的面积，这样子 ，OK。这个证明比较难嘛，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不是已经知道，当然你要去想这个比较麻烦 ，OK。但是，证明是一种这种东西，你虽然想不出来，但是你用看的，至少你要看得懂啊。就有一些东西是相对来讲还算简单，所以你一看就看得懂的话就还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就是这个面积。却小于等于这个面积，小于等于这个面积，所以我们现在把它算一下，这个面积是多少？好吧，那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稍微写一下。第一个，我要算这个三角形面积，所以这个底是我已经知道这是1，这没有问题。但这个高是多少？那意思是 x， 所以这高是 sin x， 这样子。所以这个面积呢是1/2乘以1乘以 sin x。这样子，扇形面积多少？扇形面积多少？因为这种是属于国中学的，所以应该不会忘掉。我认为只有高中学你们才会忘掉。国中学的1/2r 平方，然后角度，所以 r 是1嘛，我把它写一下好了，1平方乘以 x， 所以这个小于等于它，小于等于。这是什么？好吧，因为写成这样，这是 x， 所以这段长度呢，我要算的是这个面积，所以这段长度是 tangent x，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1/2乘上1乘上 tangent x， 好，得到这个式子。所以我们稍微整理一下这个东西。第一个是1/2可以消掉，那这些1呢，有的没有的全部都可以不要，这样子。所以你现在剩下的东西是这样 ：sin x 小于等于 x 小于等于 tangent x。好，这个等式本身也还算有趣。好，这表示说一个角度，它会大于等于它的 sin 值小于等于它的 tangent 值，这样子。好，那从这个左式，从这边。你得到 sin x 除以 x 小等于1，好，那从这个右式，因为 tangent x 本身等于 sin x 除以 cos x， 所以得到 cos x 小于等于 sin x 除以 x， 好。你注意到它两个式子要个别处理啊，你不能一次同除什么，它不是一次同除，它要个别处理。左边得到这个式，右边得到这个式子，因此你把它合并，好，所以你得到 sin x 大于等于 cos x 小于1，这样。好，然后呢，再让x 趋近于0，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得到1，这也是1。那这是夹挤定理，一样，这也是夹挤定理。你的左右两边把你夹在中间了，所以当你这个式子会越来越趋近于1的话，你中间这个只好趋近于1。所以呢，在 x 趋近于0的时候，就趋近到1，这样子 ，OK。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等于1。那这个证明其实有一点点漏洞。好，你们自己把它补起来。什么漏洞？因为这个极限我们讨论的是 x 是正的，对不对？事实上还有 x 是负的那边嘛，所以你其实要把负的那边也稍微把它写一下。好，那其实差不多。因为就这一部分来讲，就是你要一点点广义角的定义，好，然后其他就 OK 了。那一般来讲，在微积分里面，函数的极限啊，是一个要怎么讲呢？还蛮重要的题仓。题仓是什么？就是题目的仓库，哦，就是有很多题目可以考，但是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有学到计算极限的重要方法，所以暂时呢，我们停留在一个比较简单的层次。我们到以后再来，我们还会再碰到这个极限一次，好，那个要等到第4章，好，我们再来处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谈函数极限的另外2类情况。这2类情况其实你们多少也知道，都是这种东西的一种变形。第一个是左极限，还有右极限。那左极限、右极限这种东西啊，有时候觉得它非常的人工化啊。人工化意思就是说是没事找事，本来不需要讨论的，你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东西？哦，但是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我等一下会举一些例子给你看一下。好，我先把记号写下来。上面这个表示 x 趋近于 a 的右极限是 L， 那这个下面这个是说函数趋近于 a 的左极限是 L 啊，这记号上就是这样，这你们其实学过。然后就定义上来讲，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讨论 a 的附近吗？好，本来是讨论 a 的附近，然后去讨论它的经过函数印过去以后，它的行为大概有什么变化。所以重点是这个 a 的附近啊，在讨论左右极限的时候，这个附近分成2半，因为你住的邻居有右边的邻居，有左边的邻居，好，所以当你考虑的附近是指右边的附近。这个地方是 a 的左边的附近 ，OK， 就是这是右边，这是左边，然后右边假设 a 的右边的附近的数，除了 a 自己本身以外不算在内，
它的函数值都落到 L 的附近的话，我们就说它右边的极限是 L， 然后一样的，讲左边的极限。所以这表示说，当然函数有一些复杂的情况，譬如说它的右极限跟左极限可能还不一样。我们随便可以画，其实你们都很熟的例子，因为你们突然之间就会蹦出高斯符号啦、高斯函数啦这些东西。对，比如说高斯函数。像这种函数，然后你就可以说，譬如说在1旁边，1的右边，因为1的右边都是比1大的数，所以它做高斯函数。那高斯函数最重要的当然是取整数部分，比较小的整数部分。所以右边的当然都是对应到1，所以它的右极限呢是1。所以高斯函数如果是这样的话 ，limit x 趋近于1正。但是如果是从左边的话，因为1的左边的那些数啊，它写成小数的时候都是0点多少，所以它一取高斯函数以后都变成0，所以从左边看过来，极限这边是空的，但是就极限的观点过来的时候，它其实是0。从右边过来的时候是1，所以这左右极限不一样，这样子。那你也可以有很多的定理，譬如说，如果左边的极限跟右边的极限是一样的话，而且又等于函数值，那它就是连续函数，之类的。好，这我们不管。那我下面要举的例子是，我只是要说明，在某些情况，你就非得要利用到这个符号。所以第一个，譬如说 log x， 假设你要讨论 log x， 但是你要讨论是 x 趋近于0的行为的时候，你非得要这样写不可，对不对？因为当你靠近0的时候，取它的极限，当然依照极限的定义，你左右两边都要取嘛。那除非你一开头就假设，如果它不存在的话，你就不取，除非你是这样约定，不然的话，因为它左边根本函数值根本没有办法定义，这个好吧，图形是这样，好像有点太那个，没有关系，这是0，所以在 x 靠近0的时候呢，这右边是没问题，它函数值是有定义，但是左边是完全没有东西。所以你为了要写得干净一点，你干脆写成这样，就是很清楚的告诉他，我知道这个 log 这个函数其实在 x 小于0是没有定义的，但是呢，我想要知道它从右边来讲，它的极限会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是负无穷大，因为它趋近负无穷大去了。又或者，我们可以讨论根号 x。那根号 x 也是一个你虽然很熟，但是你也知道呢，它是有点缺陷的函数，所以当你趋近于0的时候，你也只能讲右极限，因为左边没有东西，左边带进去就变负数了。那当然结果是很清楚，是0，这函数是长这样子。对，好像还有对。然后我们来看 limit x 趋近于0，x1/1。那这个x1/1或许你也可以把它加上去，譬如说，好，我先这样写好了。假设 y 等于 x1/1，x 不等于0，或者你就写 x 等于0的时候，它就对应到0。假设这样，那我们还是可以问我们刚刚讲的事情。所以这个函数是这样子，这一点。所以你可以问 limit x 趋近于0正 x1/1，问 limit x 趋近于0负 x1/1。我如果只是要问这两个问题，其实我是不见得要写这个 x 等于0等于0，我只是想在这个地方换一个函数的样子，因为刚刚这边缺陷都很明显，本来就不存在。那我这边故意写一个存在的，然后呢？现在让你看，我所谓存在是说函数值，我把它定义成有东西，这个意思。那这个在趋近于0正的时候呢，右边0的右边全部都是正数，导数呢是正的无穷大，所以写成这样子。左边呢都是负的数导数，负的很小的数取导数是负无穷大。
好，所以左右极限不一样，就是这样。好，这你们也知道。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来现学现卖一下 ，limit x 趋近于0。好，比如这样子，我们刚算过 sin x 除以 x。好，所以我们来马上来用它一下。那我要说的是，这个 x 趋于0其实是不存在的。哦，那原因是因为我可以说明，事实上我是可以算这两个。那我算这两个左右极限，然后我发现这个左右极限不一样的话，那这极限当然就不存在了。哦，那趋近于0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地方当然最重要，你记得趋近于0正的意思，就是表示它是从右边趋近于0，或者说考虑0的右边，0的右边都是正数，所以取绝对值的时候，反正就是 x 本身。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算的，就是1。好，我们刚刚已经算过了。但是这个呢，它是等于 limit x 趋近于0负。我是从左边去趋近于0，但是因为0的左边都是负数。所以当我取绝对值的时候呢，这个都是负 x 啊，绝对值 x 要等于负 x， 但是这个 sin x 除以 x 本身极限是1，哦，所以这是负1，这样子，所以它的右极限是1，左极限是负1，就当然不会一样。哦，如果你要画图的话，我们在一开头那个课本上写的是这样，但是这个是 sin x 除以 x 的图形。你现在选绝对值的话，这个右边这一段，好，要改到这边来。好，这个就是 sin x 图形。所以从右边趋近的时候，它极限是这一点；从左边趋近的时候是这一点，这样子。OK， 好，这大概就是我觉得左右极限我大概要谈的，大概就有这些。那最后呢，我们来谈另外一类极限。要理解这个事情，大致上你只要看这两个例子就好。好，这两个其实很像，对不对？因为事实上我相信是这样，你在想这个极限是什么，跟你在想这个极限是什么，你心里面的那个意象是完全一样的。哦，所以你想的都是跑到无穷远，然后它就去哪里，就这样而已，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写这个跟写这个其实没什么差别。好，那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是这样没有错。上面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是 n 终究，就是 n^1终究会靠近于0，对不对？我们刚刚是这样写。在这个地方其实也一样，你也是把 x^1终究会靠近于0。好，你可以这样讲。唯一的差别是，这个东西好像那个动画。哦，你现在看到一个人往一个人靠近去。但是你每次看的都是一格一格一格，啊，因为它 n 趋无穷大，这个 n 啊，它是 n 等于1 ，n 等于2 ，n 等于3，就好像你那个私家侦探在看这个男生的那个在哪里的时候，你每隔一天拍一张，每隔一天拍一张，就这样子。那这个地方呢，这个不是，这个就是从头到尾它就连续一直在拍，哦，那它跟监的非常的密，那这个是反正每天早上拍一张，那其他时间在哪里他根本不知道，这样子。OK， 所以这是这两者唯一的差别，所以这个可以说是 f(x) 终究会落到 L 附近。好，你可以这样想，它检验的方法也差不多，也跟这个都差不多。假设你要检查这个事情也是一样，女生说好，我现在给你，譬如说根号1/2，你告诉我 x 是多大的时候，你会落到根号1/2附近来，这样子。然后你就要回答一个，比如说 x 大于根号1/2啊，不是 x 大于根号2，那我取这个 x1呢就会落到它附近来，比如说这样子。所以我们等于是说绕了一大圈，我们又回到
这个例子来，所以我们来举一些例子就够了。好，这边唯一的差别是还有这个负的，好，负的有点像时间倒转，你看那个倒过去以后，它有没有极限？有点像这样子。不过当然我的意思是说，在感觉上你是问 x， 当你趋近左边去的，趋近到很大的时候，它会趋近到哪里去？其实问的是这件事。所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那这个地方我就不多做什么，因为这个很像的话，表示它也有4则运算啊，是什么？哦，所以我现在只是举例子。好，你可以这样写。那因为 x 趋近无穷大，所以根号 x 平方是什么？就是 x， 好，所以 limit x 趋近无穷大 x 根号1加 x 分之1 x， 所以你可以把它消掉，然后在 x 趋近无穷大，这个趋近于0，所以答案就是1，好，比如说这样子，因为你们看起来有点茫然，是很会还是很不会的意思，这样子。因为这个例子在高中应该算是就很正常嘛，因为你大概只能这样做哦。那我要提醒的是，这个例子，如果你把它这个负号不是这个地方改成负无穷大，好，改成负无穷大，这个答案是多少？好，这要稍微想一下，写成这样没有问题，因为写成这样跟极限跟正负号没什么关系，你只是在做一个代数操作。你现在把它分开。这也没有任何问题，所以真正有问题的是这一步，从这个地方下到这边，啊，根号 x 平方，哎呀，这，好，他就觉得，因为它是正，它一定是正，所以这个地方呢，如果你是负无穷大，我干脆把它改过去好了，负无穷大。假设是负无穷大，负无穷大，负无穷大，那这个地方根号 x 平方就会变成负 x 啊，因为这样才是正的，所以这个地方消掉以后，这个答案会变成负1啊。所以如果是负无穷大，它就是负1，像这样，啊，这是唯一要注意的。再给我1分钟。我刚刚讲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表示它们的极限一定一样呢？哦，我现在给你一个例子。我虽然写成这样，因为 AN 是你们比较习惯写数列的记号，其实我问的就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个极限是0，是不是表示上面的极限是0？这样子，那这个是对的，好，这是定理，这是性质，好，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要给一个反例，这个反例是说反过来不对，好，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知道 x 趋近无穷大极限是 L 的话，你可以保证它相对应的那个数列的极限就是 L， 但是反过来是不对的。那这个其实很简单，其实在我刚刚讲那个例子里面，其实已经透露了这个讯息。假设你是一个私家侦探，你是从头跟拍到尾的话，你很确定这个人到最后是到某某地方去。那这样子的话，你如果假设你已经确定这件事情，你把你那个摄影机啊。你每隔一段时间抽一张出来，它当然还是会趋近到那边去。但是反过来完全不对。假设你只是在某些时候，你在拍的时候，只是隔一段时间拍，那中间有些地方它跑到哪里去，你根本不知道。好，但是我讲这个例子呢，我们最好还是有个反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假设 f(x) 等于 sin πx， 好，那这就是反例，因为这个函数是一个周期函数。好，它是震荡，
所以在 x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它不可能有任何极限。但是你如果考虑 a_n 等于 f， 就 f_n 等于 sin_n 派，好，就你发现它是0，也就是说这个数列呢从头到尾都是0，那你觉得它很乖这样子，好，其实根本没有，根本到处乱跑，只是因为你照相的时候刚好都照在这个位置，好，你刚好都照在这些等于0的位置，只是这样子而已。OK， 好了，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如果要出是非题，这是常出的问题，好，就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30页。我们上礼拜啊，不是上礼拜，这礼拜，我们这礼拜学过数列的计算啊，讲过极限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个极限。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极限。假设你没有看过课本，好，你看过不算。你们觉得答案是多少？好，这比较合理的结果就是，通常大家都应该都觉得它是1、2、3、4、5的意，对，这样子。有没有问题？如果竟然宣称它是我们这礼拜讲的这个极限的这个概念之后出来，因为 n 趋近无穷大，这个就是0，这边是0嘛，那这是1带进去1的 n 次方，所以应该是1嘛，对不对？2吗？我刚刚有听到吗？极限是2吗？那也蛮厉害了，哦。好，那我们就来带一些数看看吧，比如说 n 等于1。好，所以是1加上1的1次方，所以等于2。哎，好，所以刚刚的同学讲的2是这里吗？好 ，n 等于2， 1加上1/2的平方，好，所以这是多少？3/4， 9/4，好，2.25。奇怪，没有比较小n 等于3。1加上1/3的3次方，所以是27分之多少？64。24，看起来好像更大了一点。OK， 但是很多人还是会相信这应该是1。我前面的表现依照我们在礼拜2讲的故事，我们在意的是终究会发生什么事情，前面发生的事情完全不算。所以你前面算什么例子其实没什么用，我现在算的这些东西，想要告诉你说这好像不太对哦，不是1，其实没有用。所以你心里面如果坚持相信它是1的话，那因为终究是要算 n 很大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嘛。你说当 n 很大很大很大的时候，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小了，所以这是1、2、3、4、5的1，所以1的 n 次方就等于1，所以还是很合理嘛，对不对？好了。但是我们今天就来讲，这其实不是这样子。我现在我就把 en 记成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构成我们刚刚在问的这个数列。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这个问题呢，现在相当于去问 limit n 趋近无穷大 en 等于多少？然后呢，依照我们的直观，我们觉得它应该是1，应该是这样。但是我现在下面就先回答刚刚讲这个问题。我现在要讲的是 en 加1，会大于 1n 大于 1n 减1，1万。也就是说呢，这个数列其实它是会递增的。如果你们以前学过的名词，就是说它从1万开始，其实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2.25这个模式不是偶然的，它真的在变大。因此你心里面想那个它的结果应该是1、2、3、4、5、1，就绝对不可能对了，因为我证明的这件事情，其实告诉你说这个数列越来越大，所以它不可能终究等于1，这不可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我要讲的。
那我们来说明一下。好了，那这表示说，在这个问题里面，我现在要实际去算它了。那幸好这个东西不是还没有难到完全不能算，哦，因为这是二项式展开，所以我们就把它写一下：1加上 cn 取1。好，对不对？这是高中数学，好，二项式展开得到这个式子，然后我们稍微整理一下这个式子 ，n 乘以 n 分之一 ，cn 取2，所以是 n 乘以 n 减1除以2。我稍微再多写一项好了，减1 n 减2除以3阶乘，好，写到最后这一项。最后一项照理说这项是1啦，1、2、3、4、5的1，好，但是因为我要模仿这个，所以我把它写成这样，一直写到1，好，然后下面是 n 阶乘，好，明明就一样，但是我故意写成这样，好，然后呢，我再像这样子来整理它，1加1加上2分之1。好，我现在要让，就是前面这个分子跟这边呢，把它合在一起写。这边有个 n 除以 n， 所以这项消掉了。好，剩下一项是 n 减1除以 n， 我把它写成这样子。好，有看清楚哈？就是 n 消掉一个，然后上面剩下的是 n 分之 n 减1，我把它写成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呢，一样 ，n 跟这个 n 消掉，所以剩下 n 平方分之 n 减1 n 减2，所以我各自分配一个，得到这个式子。那依照这个规则，我把它写成这样。好，我必须做最显然的那消掉，而是把它写成这个样子。好，就这个地方要想成是 n 减掉 n 减1。好，一这一项想成这样，所以我现在把它写成这样。好，为什么要写成这样呢？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我去比较 1n 加1。1n 加1，你做完全一样的事情，所以上面这个式子的 n 全部换成 n 加1。所以呢，我们看一下1加1 2分之1，这一项变成 n 加1分之1。啊，有没有？这一项变成 n 加1，然后3阶乘，这一项变成1减掉 n 加1分之1。1减掉 n 加1分之2，但是这一项呢，我们小心一点，因为它这一项 1n 加1是 n 加1次方，所以它事实上有比较多的项，它比上面多出一项，所以我把这边对应的项还是把它写下来。这一项呢其实是 n 阶乘，这要小心哈，就是你心里面想的最后一项，后面还有一项，好吧？不然我先把后面那项写下来好了。好，就是你模仿它写到最后一项的话，应该是就是这一项相对应到 1n 加1的那个最后一项，其实在这里。然后这前面呢有一个就是这样写下来的是相对应项，我把它写下来。好，这样子。如果你再看不清楚，这一项就是 cn 加1取 n 分之1的 n 次方，然后最后面这一项是 cn 加1取 n 加1，啊不对 n 加1，对不起 n 加1，加1对，n 加1次方这样子，就是这一项是这一项，这一项是这一项，这样子。好。那现在我们来比较这两项。
我们一项一项比，这两项一样，好，这两个一样，这个没有问题。这两项一样，这一项跟这一项哪一个大？大，哪一个比较大？因为这个 n+1比较大，对不对？所以现在摆到分母去以后，这个就会变得比较小，被减掉以后呢，那个会比较大。所以呢，其实这一项大于它。OK， 然后这边一样，相对应的项，这边这一项跟这一项相比，又一样，好，这一项也是比较大，所以这个会大于它，这个也会大于它，所以乘起来还是大于，所以这个也大于它，所以这边都一样，因为前面的系数是一样，所以这个也大于它，而且还不止这样，后面还多出一项，这项也是正的 ，OK， 所以 en 跟 en+1相比，每一项啊里面的每一项至少都大于等于前面那一项，啊这边是只有这两项相等，后面都是大于。因此呢，从这个地方你就很显然看出来，我刚刚写这是对的 ，OK， 那这就没辙了啊，这确定这个数列是递增的，所以这个绝对不可能啊，1、2、3、4、5这个1绝对不可能，所以你心里面应该想的事情是有点狐疑，就是说那为什么不对？好，你前面不是有极限的4则运算？那极限4则运算不是告诉我说你可以这样算吗？把 n⁻1，然后这个趋近于0，然后这样一算，不就是应该是1、2、3、4、5的1吗？怎么可能不对？好，先想一下吧。好，你要想一下才知道说为什么4则运算不能用到这个情况，里面有一个很根本的差别，但是你要去想一下。好，所以我们讲了第一件事，好，就这个数列是递增的。那我现在要讲的第二件事，因为递增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数列根本没有极限啊，数列是无穷大，因为从这个地方看起来你也不知道它会去哪里。所以下面一个事情呢，我要告诉你，好，它会小于3，就任何的 n， 好，任何 n 它都会小于3。所以呢，这是一个递增的数列，但是比3小，这样子。我们先把2证明好了。好，2的证明我要偷一下这个式子，我把en+1擦掉。好，所以让我们回到这个式子。这次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主要是要做什么事呢？我要把这些 n 啊，这些很干扰的 n， 因为你不知道 n 多大，所以我们尽量把它弄掉。好，所以我们来看1，这个没有问题。1这个地方，因为 n 这个数，所以1减掉 n⁻1事实上比1小，啊，事实上比1小。所以呢，这一项会1/2会大于它。好，完全一样的道理，1减掉1/2，1减掉2/2都是比1小的数，所以相乘也小于1，所以这一整项呢会比3阶乘来的小，这样子，所以一直点点点，一直到最后呢小于 n 阶乘之1 ，OK， 这样做的好处是，在这个式子里面 n 不见了。哦，因为我们刚刚很麻烦的是说，我要估计 en 多大，但是如果老是跟 n 扯上关系啊，有点麻烦。那好 ，n 也不是真的完全不见，但至少它只剩下在这边。好，我们等一下还想办法处理它，但至少整个式子里面到处充满 n 的这个比较可怕的状况现在没有了。好，现在 n 就很单纯，只剩下这一项。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不用写小于等于了，它其实是直接的小于啊。好，到这边都还是等于，所以我刚写小于等于好像还有点合理。但从这项开始呢，我要开始处理它。3阶乘是什么？好，我故意不写1啊，因为在这个例子里面没有用。3阶乘是2乘以3，所以呢，它会小于2乘以1/2，啊，这个等于2的平方分之1。
我后面要做类似的事情，我再多写一个例子：4阶乘等于2乘以3乘以1/4，小于2乘以2乘以1/2，1/3。好，那所以利用这个过程呢，你现在想办法把刚刚写的这个级数，这个级数我们不熟，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要算出这个级数本身，这不是我的目标。虽然这个算出这个级数本身也挺有趣，但是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的目的只有要说明最左边那件事，所以我只是想办法把整个这个我不太知道怎么算的数列换成一个比较熟的数列或者级数，那这就是等比级数所以我把它写下来。我看一下，3阶乘这边是2的2次方，4阶乘是2的3次方，所以这是2的 n 减1/1，好，所以变成这样。好，那我现在要说这个式子一定小于3，那这其实从那个等比级数算就知道，我在讲义上有写。那通常在这个2的几次方的例子，其实我们可以直接用看的，用看来比较清楚。假如这是数线，这是1，这是2，这是3。你看一下我们刚刚写的式子，1加1等于2嘛，再加1/2，就是到这里。好，这是再加1/2，然后呢再加2的平方分之1，2的平方分之1就是把后面这一段再除以2，所以2的平方分之1，然后再加2的3次方，所以又再分一半，2的3次方分之1。反正你怎么加反正你再怎么加都是在这边分一半，再加一段，分一半再加一段，它是的确是靠近3，但是并不是真的到3这样子。因此呢，这一整段小于3，那你如果真的要用等比级数，那就其实我也可以写了。因为有些人觉得用图解是比较清楚的，一看完就觉得非常相信；有些人是不相信图解的，所以好，下面这个是为不相信图解的人写的。这是等比级数的公式。不，第一项没有就从这一项开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变成1加上这是1/2乘上去，所以2减掉2的 n 减1/1，这样子。所以换句话说呢，这样写的意思表示1n小于3减掉1。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当然小于3。OK， 所以应该在后面加一个。好，所以现在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得到1跟2。那1跟2呢，在直观上它会告诉我们一个结果。现在给你一条竖线，你从1 开始到1 2 递增的意思表示这个数列一直往右走。小于3的意思是说你一直往右走，但是这边有一个关卡把你关住了，所以你一直往右走，但是这边又关住了，所以你依照你的直觉呢，这应该收敛在某个地方你就想象，譬如说你冬天去打猎。好，我们都很难冬天下雪的时候打猎，我们的经验里面很难有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既没有下雪，也没有打猎。但你就想象好，你现在看卡通看什么都可以。这些1、1 1、2、1、3，你可以想成是兔子的脚印，它有很多脚印。你看到那个脚印，我们假设它是在一条路上就这样走，在悬崖上好了，两边都是峭壁，所以它只能往前走。因为你在后面追它，它只能往前走，所以你看它的脚印一直往那边走。但是呢，在这个前面这个地方有个栅栏，这边有一个人说我没看到兔子
哦，完全没看到。虽然雪下得很大，但是至少兔子过去它是看得到的这样子。所以呢，你从这边打手机给他，跟他讲，哎，没有看到。所以你当然知道兔子一定在中间某个地方嘛，对不对？你从这边知道它往那边走，它在这边没有看到兔子，所以兔子一定在中间某处这样子。那为什么它会收敛到某个数呢？大致上可以这样看，好，其实严格的证明其实也真的就是这样。你大致上可以这样讲，比如说你以1万开始，你为了要抓到那个兔子啊，你可以这样子，从这边到这个栅栏中间再放一个栅栏下来，好，拿个直升机放个栅栏，假设它没有摔下去的话，好，放个栅栏把它弄住。那这时候就只有2种情况，一个是它这栅栏放下来的时候，那个脚印这边完全没有，根本没有兔子跑过去的痕迹。那因此呢，你就知道兔子应该在这个栅栏的左边，或者这个栅栏放上去呢，你这个人一下来，你就看到有个脚印又继续往那边走，对不对？那就表示兔子其实在这个栅栏的右边。当你在中间放一个栅栏下来，这个兔子到底在哪里？其实就只有我刚刚讲的2种可能性，要么它在这边，要么它在那边，就这样子。然后你就让这个步骤，哦，不断的放栅栏，再放下来。在这2个栅栏中间再放一个，哦，你现在开始觉得兔子很可怜了，因为这个栅栏一直在压着它，所以当你放这个新的栅栏，兔子只有2种可能，要么它在这个栅栏的右边，要么它在栅栏的左边。如果它不在右边的话，表示这边完全没有脚印。那不是，如果兔子在左边的话，表示这边都没有脚印，或者呢这边其实有脚印过去，那就表示兔子在右边。但不管怎么样，反正它就在这个栅栏的左边或右边。所以你利用这个步骤啊，一直放栅栏，一直放栅栏，到最后兔子就只好被逼出来了啊。这是一种广义的夹击法，哦，你可以看到它有那个夹击的功能，这样子，哦，其实它只是一直在找兔子，它的判断标准只有2个，那个脚印有没有过去，只是这样。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就可以知道兔子大概在哪里。然后在这个过程，你把这些栅栏的位置，把它当做那个数，把它写下来。好，这是一条数线，把那个数值写下来。你基本上就在做一个类似2分逼近法的事情，右边、左边各有一个数列，慢慢的逼近到某一个数，好，到最后只好逼近某个特定的数，就是这样。好了，这已经讲太多了，好，因为我其实只是要说，这个极限应该是存在的 ，OK， 好。我们把这个极限叫做1，而且很不幸的，把这个极限叫做1之后呢，我们从此就必须要开始讲，我在讲的是1、2、3、4、5的1，啊，还是英文字母的1。这个有时候读作 Euler 1，啊，因为这是 Euler 发现的。Euler， 这是很有名的数学家，这样子。我会这样写，当然表示首先这不是一个什么好看的数字，啊，就譬如说为什么它不是2.7啊，或者3分之9，不是3分之9，3分之8这样子。这是一个无理数，啊，而且这个无理数跟派一样重要，啊，事实上有一些书。在介绍像一些重要的数，有些我就看过一本书，它名字叫1和派这样子 ，OK。那这个无理数呢，跟派一样的重要，哦，它唯一的差别是派我们从小学就知道了，小学不用派这个字，但是它叫圆周率。这个呢，我们到学微积分才知道啊，因为至少你要知道你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啊，所以要稍微晚一点。但是它的重要性啊，基本上可以说一样重要，好，这在你学微积分的过程会慢慢知道。那它的数值大概是多少呢？其实我也不太记得，2.71828，好了，我应该至少要记到这个位数。好，这人的记忆力很奇怪，拍只是因为小学学的，所以你总是知道3.1415而已，还可以背蛮多的。这我就永远都记不得，只能背到这边这样子。OK，
那关于这个有一个简单的 remark， 我要写一下。好，应该这边在讲义上有一个事实，这个是以前是要证明的习题，不过那个习题其实是太难了，好，所以我现在把它当做已知的事实，把它写下来。第一个是这件事，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极限我把它叫做另外一个，譬如叫做 f， 啊，随便你爱叫什么，但是这不是重点。我现在想要讲是这个跟这个中间是有关系的，它中间互为导数，好，那你真的要证明这件事情呢，你大致上要去说明下面这件事。好，这个要真的等于1，因为这两个相乘嘛，你看到这两个，你要证明这两个相乘，所以你如果真的可以证明这个等于1的话，那当然你就证明了那件事情是对的。但这个并没有很好证，所以我故意我就把它拿掉了。好，那只是提醒，如果你们真的想要知道，可以试着去证证看。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其实对微积分很重要的，是如果你不考虑 n， 而是考虑实数的话，这个也是对的。好，这也等于1。然后呢 ，limit x 趋近负无穷大，1加上 x 分之1的 x， 它其实也是等于1。好，这两个有关，而且你不要以为我写错，我没有写错啊，因为 x 趋近负无穷大表示这边是1减掉无穷大分之1的负无穷大次方，这边是1减掉无穷大分之1的无穷大次方，所以中间差一个导数，所以这个如果是1的负1，这边要是1的负1的负1次方，所以变回来变这样。好，我只是提醒这两个中间有关系，但是中间差一个导数，好，你要小心一下。而且因为这两件事，好，我们又得到一个我们很常用，其实关于这个 Euler 1呢，我们很常用的一个式子，是把它写成 h 趋近于0， 1加上 h 的 h 分之1，这样子。那你把这个当作事实，就是你只要知道它是对的就好了。好，那它中间的原因呢，就是细节我没有讲，但是大致上原因都是跟刚刚那个式有关。这个式跟刚刚当然有直接的关系，好，那只是说它并没有发生我们上次讲那个事情，说这个是极限存在，然后这个极限不存在，好，它没有发生这件事，它其实这两个极限是一样的，这样子。然后最后面这个式子，其实是把 h 想成是 x 分之1。好，它跟上面这两个式子的关系有没有？因为你取了导数之后 ，x 分之1，哦，本来是很大的数分之1，现在就变成很小的数这样子。然后 x 呢，那是导数，所以这刚好取导数。重点是这个 h 趋近于0，可能是正的很小的数，也可能是负的很小的数。当你 h 从右边趋近于0的时候，相当于上面这个式子，因为它取它的导数的时候 ，x 就会趋近无穷大。好，就是 x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刚好就 h 来讲，刚好是从正的趋近于0，就是正的很小的数这样子。那这个极限的另外一边是 h 从负的趋近于0，那这部分相当于这个，所以这两个都是1，所以才会得到这个是1，这样子。OK。这个技术我会找比较简单的例子，等一下习题稍微说一下 ，OK， 所以这些全部都有关系，好，全部都有关系，尤其是这两个，这两个跟这其实同一件事情。好，然后我们有个定义，这定义不是数学的什么伟大的定义，这只是个约定名词，好，就是以1为底的指数，
就是我要考虑一个指数函数，这个指数函数的底呢不是2，不是3，不是10，而是 O 来1，写成1的 x 次方。那这个自然对数，照理说我应该要记成这样，这是合理的，这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一般来说，大家都把它记成 ln x。你在刚学的某一刹那，就像在这几天，你会觉得很不习惯。但是我跟你保证，微积分你只要学到过期中考，你脑袋里面基本上不会再有2的 x 次方、10的 x 次方，连自然那个就是常用对数 log x 其实你都会慢慢把它忘掉。然后呢，脑袋里面开始出现就只有1的 x 次方跟 log x，自然对数，我跟你保证，那原因是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它是自然的，这样子。但这个自然有很多种可能的意思有一种意思是说它是大自然里面最常出现的指数跟对数，那这个解释是对的另外一个是说从微积分观点，这是最自然的指数函数跟对数函数，这也是对的但是这个需要我慢慢学习才知道。那这个函数的重要性慢慢的会出现，一直到最后呢，我们会让1跟派产生一些关系。那目前我们先假设就是这样那我这边应该要稍微说明一下，事实上你如果用过电脑软体其实在很多重要的电脑软体里面，自然对数其实它有时候就写成 log x，很多都有。那这个 log 是，当然在你们目前在这个时候，你还会觉得它是以10为底的常用对数。但是我要跟你讲，就是有很多的地方，其实它在用这个 log x，事实上它自然而然就是自然对数，它就是重要到这个地步，这样子，你必须要放弃你以前的习惯。好，但是我会尊重你们的习惯，就是我如果真的要用以10为底，我可能还是会写成这样，就是我们书里面基本上是写成 ln，表示自然对数。下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习题，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所以你要习惯，所以第一个是 ln 1，这是等于1，因为这个相当于 log 1，那当然依照对数率，这当然是对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我不妨再写这个，这样子。那这是因为它们互为反函数，指数跟对数只要底一样的话，互为反函数。第三个是什么？一般的，这个我们后面会用到，就是一般的对数，其实你现在可以改成以1的对数写成这样子。那这是对数律的结果。我假设你高中你都学过，如果忘掉的话，再回去看一下。其实也不需要看，你稍微想一下对数是什么意思，就可以把它弄出来。所以关于这一节呢，基本上最后我们要谈我们上次谈那个极限的问题。我们上次谈到有个极限很重要，那我们现在呢要来谈，在这个特别的情况，我要谈 x 趋近于1，然后呢 f(x) 是 log x，a 呢等于1，我要谈这个状况，所以呢这就是 log x 减掉 log 1除以 x 减1。但是呢，这个自然对数跟普通对数一样，反正碰到1就是0因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数 ，a 的0次方反正等于1只要它不是奇怪的数就可以了。所以这是 limit x 趋近于1 log x 除以 x 减1。
那你如果眼熟的话，其实我们在一开头的那个例子里面啊，画图的时候中间有出现一个这样子的图形，在第5页。好，在第5页的下面中间那个图，好，虽然它取的底不一样，好，但是它其实意思一样，就是我把它画成 log x 除以 x 减1，它其实也是长这个样子，好，就这个图形。现在重点是这个圈圈到底是什么数啊？我们要知道这个极限是什么。好了，那我把超过来。那我现在要做一个代换，好，我令 x 等于1加上 h， 这个代换，因为我要把它变成我刚刚讲的极限有关的式子，目前看起来完全不知道怎么做。好，我现在要做这个代换，那这个代换呢，从你确定这个极限的观点，就相当于你把 x 附近的数写成1加上 h，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 h 是很小的数嘛，好，就是 h 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数，然后 x 趋近1相当，所以好了，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就这样写，把它换成 h 趋近于0，然后在这个代换里面呢 ，x 是1加上 h， 所以减掉1是 h， 这个是 log， 好，就变成这个式子。确定你会做这件事，因为在做极限的时候，这不是了不起的什么定理，这是一个基本的技巧，就是说你在做极限问题，怎么样用一个变数变换，好，把它变成另外一个极限，然后那个极限你可能会算，好，像这样。如果等一下有时间，我会举几个例子。好了，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虽然没有很有必要，好，我先暂时写在这里好，它其实是写成这样，就这个式子现在可以写成这样，然后再利用对数律把这个 h 分之1搬进去，好，还记得对数律吧？好，这样子，所以呢，这个等于 limit h 趋近于0。log 1加上 h 的 h 分之1，变成这样子。好，然后利用极限的4则运算，因为自然对数是连续函数，现在是双重困难哦。因为第一个对数函数是连续，好，我想你已经假设你知道，所以呢，现在是自然对数，自然对数跟常用对数中间只差一个数嘛，哦。只差乘上一个数，你们回去检查一下，不需要我写吧？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连续函数，这是一个数而已啊，因为这是以10为底，然后1以10为底算，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我意思说反正是一个数，所以这个函数跟这个函数中间只差了一个数，所以这是连续，这也是连续，好，所以这是连续函数。好了，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写成 limit 啊，不是写错，自然对数，你可以交换，把它写进去 ，h 趋近于0。好，这个用到我们在讲极限4则运算的时候，当你用那个合成函数的时候，好，得到结果。那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就是 Euler 1，好，所以得到 log Euler 1。所以得到1、2、3、4、5的1，好，非常不幸，这两个在一起，好，所以 log 1等于1这样子 ，log Euler 1等于1、2、3、4、5的1，得到这个结果。好了，所以这表示说这个数呢，好，这个是1。好，这大概就是我们整个第1章，哦，大概是到这边。那我后面呢我稍微举2个例子，因为我稍微说明一下这个东西，因为我怕你们不太会写这个式子。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给你看。
这边结束了哈。我现在在讨论极限的一些写法。那我现在写的这个应该是上一节的，这应该是4.11的第一题。好，但是我不写 lambda， 我就写譬如说4x 好了。好，就是我要计算这个极限。千万不要被这种东西吓到哦。你就是要想办法，因为你现在学到关于这种极限啊，就这类比较困难的极限，其实你只学过2个，其实简单讲是这样，一个就是 limit x 趋近于0 sin x 除以 x 等于0，啊，第二个是 limit x 趋近于1 log x 除以 x 减1就等于1，好，对不起，这是1，这样子。就是你没有在任何必要再重新推导一次，这里面有另外就是比较简单的方式，这个方式是这样，你把它下面除以4，上面除以4，好，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你如果不看这个4的话，它变成4x 做，所以依照那边的式子，这应该趋近于1。那稍微严格一点的写法，你可以写成这样，所以你令 y 等于4x， 好，把它写成这样子，所以呢，这个4x 就是 y，4x 就是 y， 然后极限啊 ，x 趋近于0表示 x 要是0附近的数，那你把它乘以4，y 当然还是靠近0一个很小的数，所以它其实相当于 y 趋近于0。好，其实大家都是偷这样算 ，x 趋近于0，因为 x 等于y，所以 y 把那个4乘上0带上去，其实差不多就是对的，好，这是可以的。所以反正你换成这样子。然后呢，后面再乘以4，这个不要忘掉，就得到这个4字。OK， 然后4可以提出来，所以等于4乘以1。好，所以答案就是4。那我想你如果清楚这个过程，不会觉得这个很难。好，但是如果万一你不会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完全你不晓得怎么做的题目。那这只差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转换。好，这是一个例子。我再看一个例子好了。哦，其实这个31页习题5.3的1、2你要会哦。啊，因为主要是这个还蛮常用的，在某些情况 ，x 趋近于无穷大，1加上 x1的 lambda x， 好，那这个比较容易，这个反正就是 limit x 趋近于无穷大，1加上 x1的 x 的 lambda 次方。好，变成这样。其实这里面用到函数的合成，好，你们可以检查一下。然后呢，这就是欧拉1的 lambda 次方，所以这是对的，这是第一题，这样子。这是习题的5.3。那比较重要，或者说看起来比较难的是后面这个。因为这跟你看到的公式不一样嘛，所以感觉起来好像比较难一点。好，那这里面要做的事情其实跟刚刚那个 sin x 一样，你就是要想办法把它变成你会的那个极限就对了。所以呢，你这样做，我不要写 lambda 好，我就换一个实在的数好了，好，写4好了，其他都一样。因为写 lambda 有正负号，我写起来比较啰嗦，好，我把它写成4。所以变成1/4x1的 x 次方，把它写成这样。那你要知道，就是说你真的想要用的是原来那个极限，就是1加 x1的 x 次方取 x 趋近无穷大是等于欧拉1，你要用这件事。然后以这个为出发点，好，那你再想办法去调整你该调整的东西。所以这个地方，你现在令 y 等于1/4x。因为这样子这边就会变成 y， 至少它就会变成你本来比较熟悉的样子。然后呢 ，x 趋近无穷大 ，x 除以4当然也跟着趋近无穷大，所以这个地方变成 limit y 趋近无穷大，这没有问题。1加上 y1
所以唯一剩下就只有 x 的问题。但是呢，在这个等号里面 x 等于 4y， 所以这边变成 4y。好，所以这个问题呢，本来这个4在里面，经过这个代换以后啊，4跑到外面去了。好，有没有？好，我不是说4一下子可以拿出去，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是经过这个代换，你把它拿到外面去，然后这个地方就可以用我们刚刚这个式子，就是1的4次方，好，变成这样。所以这边只要改成是4的话，整个东西就变成本来的1的4次方，啊，这还蛮奇妙的。好，那上面的习题5.2啊，大致上，啊，不论是1或者2，大概要用到这个技巧，啊，你才能够顺利的把它写出来。所以呢，好好的练习一下这个写法。